面有火光，村子里面好像有我们的人，好像刚刚发生过战斗，是不是政委他们把鬼子给打退了？不是我们的人，是鬼子。鬼子？那政委他们准备战斗，冲！通知第一分队，准备撤出。是。请进。中官阁下，村口突然出现了一批数量比他拥有大量自动化武器、作战强悍的八路军部队，第一分队又有多人阵亡。分队长，请您示下。命令第一分队长就地掩护撤退。是。撤。看脚底下。明白。团长，有鬼没？拆了它。团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团部还剩下多少人呢？全没了，都没了。战斗刚打响的时候，政委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让我从地道撤退。赵小虎把我送进地道，说要保护好电台，回去接政委去了。可我在地道里等啊等啊，再也没有等到政委和赵小虎。后来我听到了爆炸声，再后来，我发现地道口被炸塌了。我赶紧去了地道冲了村。团长，政委是为了保护好电台，才放弃这次撤退机会的。团长，团长。下去休息。是。
报告。接。说话。伤亡名单清点完毕。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，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，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，团部留守人员唯一幸存者是从地道撤出来的张祥福。还有一部电台，在村口和鬼子对战中，特战队第2、第3分队各有1名队员牺牲，3连5人牺牲，3人重伤。政委牺牲的事儿，还有团部的损失情况，暂时不要泄露出去。由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，赵杰那边也由你派人通知。明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损失。老百姓那边我来安抚。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，一直追到后半夜，才追上这2个鬼子。他们当时正在休息，被我们上去一刀一个给宰了。团长，政委牺牲了，我知道你比我们谁都难过。我林水生不大会说话，但我保证，一定找到这些鬼子。一刀一刀把他们宰了，用他们人头祭奠人为。下面我宣布一下作战方案：第一，困敌，绝不能让这伙鬼子再自由地进出虎头山，自由地选择攻击的目标。通知各部队依级战备，更换现有的口令。对于答不上口令的部队，可以直接开枪。第二，欺敌。通知各乡镇政府，入侵虎头山的鬼子部队，大部已经被我消灭，只剩下20多个鬼子，而八路军的伤亡只有10来个人。是。指挥官阁下，情况怎么样？你怎么受伤了？还有1个人呢。短短2天的时间，虎头山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各处要道都有八路军在把守，每个村庄晚上都有巡逻队，那里的百姓似乎都被武装了起来。这些被武装的百姓，白天就跟着那支一直追着我们的八路军部队上山搜索，晚上则各返回各自的村庄。现在街上走动的百姓非常少，而且进出各村庄之间都需要一种特别的通行凭证，他们管这种凭证叫做路条。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路条，才会遭到他们的围攻。大岛军不幸战没，我也受了伤。这魏国好快的动作呀！你们有没有打探出前天晚上我们的袭击对八路军造成什么样的损失？据当地的百姓说，前天晚上我们的那次袭击，竟造成杨村八路军10几人的伤亡。不可能！电告宫本，老营第1次密使未抓住飞扬，为寻第2次密使机会，建议会列计划，
立即开始。是。すみません。余団長殿、竹下中佐の電報より仮計画の実施を提案しました。特殊園の件はどうなってる？竹下さんを信じてください。竹下君に伝えろ。計画は本日午後2時より始めろ。はい。5月7日下午2点，日军2个满编大队加上伪军3个团，大概5000人左右，突然从太丰和莱阳2个方向对我虎头山根据地进行扫荡。这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太丰，但是2路日军分别在清风峡和旗峰口一线，遭到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展开的层层阻击，进展缓慢。由于鬼子这次扫荡，我们现阶段的工作重心不得不从寻找、歼灭竹下郡在虎头山地区的突击队，转为反扫荡。驻守各要道、负责警戒的部队立刻归建，以在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，掩护村民转移。各区小队、村民兵抽调骨干力量，充实一线部队。那竹下郡的突击队怎么办？鉴于竹下郡的突击队现在还在虎头山，县大队和县政府暂时不能返回郑州。我们服从独立团的安排。让。没问题。天黑动手。是。车队一共有27辆独轮车，每辆车上装有4个箱子，推车的都是八路军的士兵，另外还有100多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士兵随行护送。他们每个人腰间都有一个小包，从外形上看，应该是防毒面具的携行包。最后，他们进入9号地区的一个溶洞内，守卫溶洞的兵力是一个排，37人。27辆独轮车，每个车上4个箱子。一共108个箱子，数量倒是符合。人人戴着防毒面具，防护工作做得也很到位。一个排的兵力，倒也不难对付。魏国，难道这又是你犯的一个错误？指挥官阁下，这不正是您希望看到的吗？会猎计划开始后，八路军不得不将兵力用于对抗扫荡的皇军，才使得我们重新获得足够的活动空间。此次八路军转移那100多箱特种烟，估计就是怕，万一皇军一旦突破他们的外围阵地，他们将有可能失去这一要挟皇军的手段。不过，他们肯定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探查到这一情报，这恐怕就是中国人所说的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。恐怕我们不是黄雀，而是螳螂。指挥官阁下，虽然我军活动空间现在非常的大，但是八路军的那支部队还仍然继续在寻找着我们。我们现在必须赶快做出准备，否则的话，继续监视。是。附近10公里未发现八路军部队集结，那支一直追击我们的部队也进入了11号地区，距我部最近距离18公里。另外，溶洞外的兵力并无增加，他们都住在溶洞外的3个新建的帐篷内，似乎对溶洞里的东西非常畏惧。溶洞的暗哨一共有4个，每2小时更换一组，最近一次更换是20点整。现在时间是20点29分。如果2个小时之后情况不变的话，我们将于24点05分开始行动。
现在开始分配任务。第2分队，行动开始后，由你们9人负责解决掉守卫部队的暗哨，并负责牵制守卫部队。是。第1分队，行动开始后，由你们6人携带炸药进入溶洞，负责摧毁那100多箱特种烟。记住，为防万一，进入溶洞之前戴好防毒面具。是。第3分队，行动开始后，由你们6人负责火力支援，并保证撤退道路的畅通。是。魏国，就算你是黄雀，我也要在你眼皮子底下把那人蝉抓住。行动开始。是。走。面具。行动。开前面的。是。全員全滅だ。時間が回りません。赤眼空間お願いします。早く行ってください。もうすぐ排除されますよ。行け痛い。团长，共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。那就是说，现在还有4个人跟着朱夏轩。1分队，跟我追！追！
相手の中には凄腕の奴が必ずたくさんいるはずだ。じゃなかったらこんな速さでうちの罠を見つけ出せない。そして完璧にうちの地雷陣から逃げ出せないのだ。悔しいけど負けてしまった。些細な間違いがこんな犠牲を招いてしまった。時間がか。今回の失敗はこの私一人のせいだ。責任を取るからさっさと逃げろ。私のことは気にしないで。時間がか。今回は失敗したけど、もしカカが生き返ればいつかまた新しい助け隊を作り出します。時間がないんだ。時間がか。頑張ればきっとできますよ。分かった。一緒に生きて帰るなら立ち上がると誓う。時間がか。今回許してください。一緒に行けば誰も逃げられませんから、助け隊の未来のために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。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。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。時間がか。部下になったのは一生の誇りになります。行こう。1点钟方向，是。学生哥，这发现3具尸体。团长，还有一个鬼子，我带人继续搜。别追了，这3个人的目的就是掩护朱家军。以朱家军的能力，他们拖延的时间已经够长了。真有那么厉害？连我都追不上。领导啊，我还等着你给我介绍入党呢。没想到你小子说走就走啊！你还记着吗？打从咱俩第一次见面，你就跟我说你要请我喝酒，然后呢？然后你把老子给关起来了。结果这酒我到现在是一滴也没喝上啊！你还没请我喝酒呢，你就走了，这他娘叫什么事儿啊？没关系，
不怪你。要不这样，我请你喝酒，你给老子回来！这件事情不怪你，你不要太自责了。只要我们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，就对得起所有的英烈在天之灵。陈仪，县委县政府现在可以搬回赵庄了。你就那么急着赶我回去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怕鬼子扫荡。听话。放心吧，我回去就是了。你要照顾好自己。魏国，把那把枪给我吧。你要它干什么？给我吧。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请求，以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师部名义，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，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，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。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部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，暂时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。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，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请求。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，同志们，以后请大家就不要再叫我张主任了，请大家称呼我张政委。谢谢。鼓掌。今天我们开会呢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一下虎头山的粮食危机，大家都提提自己的意见。最新一次摸底调查，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为126000人，平均每天每人粮食最低消耗量，即使加上野菜、杂粮、柿子，也需要6两。126000人就是47000多斤。山里粮食欠收，虽然现在已经到了秋播谷种，但是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障整个虎头山的供应，至少还有3个月的缺口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粮食短缺为450万斤。同志们，一天6两只是普通人的配额，部队因为作战任务多，所以一天的配额是12两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短缺的数量远远不止450万斤。我能说2句吗？说。我是猎户出身，眼下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。往年在这个时节，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猎物。我
我想，虎头山所有的青年猎户加在一起得有1000多人吧。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，2个月的时间，打下100万斤肉，肯定没有问题。太好了，徐生，你可是解决了大问题啊！100万斤肉，这可远远不止100万斤粮食。顺生同志这个提议，我看行。可以试试。师长，你负责。是。太好了，那这样就可以解决100多万斤的粮食缺口。可是，还有300多万斤的粮食缺口，该怎么办？哎，虎头山最近有3个县已经开始秋收了，听说收成还不错呢。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给想想办法？现在的情报工作由赵杰同志来负责，请你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。好，根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，今年泰丰、莱阳和沁源3个县都是大丰收，但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呢，已经派了重兵把守，所以今年泰丰和莱阳的粮食估计进不来。唉，沁源也是粮食大丰收，能不能考虑从沁源借粮？赵姐，能不能从山外的同志那儿筹到150万斤粮食？以我们敌后武装的数量来看，筹措150万斤粮食应该是不成问题。那好，我们现在的粮食缺口只有200万斤了。就算山外的同志能够收集到粮食，关键是这些粮食怎么运进来。张楚，这些我已经想过了，只不过暂时呢，你还得把它当成军事机密。这些粮食怎么进山的问题，其实可以和怎么向清源借粮的问题一并解决。周团长，我想知道你想什么办法向清源要这200万斤粮食？张政委，我呢真的不是故意跟你卖关子，只不过这次行动确实牵扯到部队下一步的计划，属于军事机密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会跟大家讲的。赵杰，你去跟地下党的同志说一下，让他们负责帮你筹集那150万斤粮食。等你们筹集好了，我会把进山的安全通道告诉你们。好，徐虎，到。我要你制定一个行动计划，让莱阳、泰丰封锁线上的鬼子在10天之内不得安生。是。水生，把团直属队在山外轮换作战的部队全部调回来。是。好了，计划完成了。陈毅、张楚，通知县委县政府准备借粮。是。是。什么？300万斤粮食？对，300万斤粮食。300万斤粮食，300万斤粮食。志辉，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！律所，今年清源粮食大丰收，这300万斤粮食咱们又不是拿不出，如此利人利己的事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志辉，不是哥哥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，只是仅凭他周卫国这么几句话，就要从我这拿走300万斤粮食。万一他要是说话不算话的话，哥哥我的脸可就丢大了。周团长的为人做事，你也不是不清楚。既然他说出这样的话，就绝不会食言。我可以拿人头担保。又来了，你的脑袋是留着打鬼子用的，我要它有个屁用！你呀，要不是我了解你，就凭你这么帮着周卫国，我就应该怀疑你是共产党。真不知道周卫国是烧了几辈子高香，才能有你这么个好弟弟。那您的意思是同意了？同意了。谁叫人家手里有咱们想要的东西呢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全权负责。5天之内，我会让商会把粮食备齐。但是你记住，既然是做生意，就要按照做生意的规矩，先付他一半，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。谢李座。对了，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事关重大。周团长的条件就是，这件事情，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你和我，绝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。说的也对，这种事情
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周卫国说话算话的话，咱们这300万斤粮食给他倒是一点也不冤。团长，你当初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？怎么一开口就变成300万斤了？漫天要价，坐地还钱，这道理你不懂吧？要价嘛，当然要得高一点。至于到底还多少，那就看他汤秉权会不会做买卖了。那你说这个汤秉权能给咱们粮食吗？我手上有个宝贝，有了这个宝贝，什么买卖都好做。宝贝？您身上还有什么宝贝？你猜？我团长，团长。宫本君，请见。报告指挥官阁下，泰丰莱阳方向封锁线上的据点，截止到今天凌晨遭受到袭击的情况已经汇总完毕了。请见吧。自9月10日凌晨2时至15时，凌晨5时，泰丰莱阳方向第1、第2道封锁线共计37个据点遭到袭击，袭击次数为58次。袭击导致泰丰方向第1道封锁线7个据点，第2道封锁线4个据点被完全摧毁。莱阳方向第1道封锁线3个据点，第2道封锁线1个据点被完全摧毁。宫本君对此有什么看法？卑职认为，根据现在的汇总情况来看，虎头山的八路军重点的攻击目标是海昌一带的封锁线。那周卫国为什么要攻击泰丰方向的封锁线呢？卑职不知。周卫国闹这么大动静，总不会连点原因都没有吧？兵法上说实者虚之，我看泰丰方向未必是他的真正目标。那刘主认为周卫国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刘主，您一向不是很了解周卫国的吗？我一直觉得我很了解周卫国，可是经过这次虎头山失败，我才发现我并不了解他，而他却偏偏很了解我。最可怕的对手就是你不了解他，而他却了解你。你看那么多粮食，你看这够吃好长时间的呢。我这一年都打不了这么多粮食。对呀，老哥，你好，你好，老总，赶紧接收粮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们刘团长和你们周团长定好的事儿。哦，刘团长说，汤旅长的意思，按照原先说定好的，粮食先垫付一半，事成之后剩下一半一定送。等等，这什么一半的一半？你就说这多粮食吧。收条上写着呢，150万斤。我的妈呀！你赶紧签个字画个押，我今天还要跑2趟。150万斤粮食，这地上啥事了？值这么多呀？是300万斤。啊？这只是一半。300万斤。天边雨下一抹夕阳，思念也被带给远方，渴望的爱情藏在心底，背起行囊远走四方。有些时候你我一样，
挣扎着寻找方向，渐渐触摸到世间冷暖，也不寻常，也不慌张。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，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，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，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。生命旅程就是战场，别再逃避，别再失望。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，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，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，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。